我觉得一个人住宿舍最大的优点是，你可以决定如何做任何事。You make the rules。音乐可以放出来啊，然后灯你要几点关，到整个空间的配置都是你可以一个人决定的。刚搬进来的时候就觉得我突然有了一个自己的房间的感觉。但是呢，规则是你自己可以打造，同时也就代表这个房间的所有事情都只会是你一个人的事情。不管是有虫啊，要修电风扇啊，生活琐事上已经没有互助这件事情了。我以前的室友都很好，真的都很好。那举大二的室友为例，因为我那时候比较晚回宿舍，常常这样，所以我常回来的时候，他都已经帮我把垃圾倒完了，因为我会错过垃圾车的时间。然后我常常觉得很温暖，但也会有点不好意思，所以我就会知道说，那如果我们两个都在宿舍的话，尽量就是看我帮你倒，然后会可能多扫一点地啊，在生活上小事的互助，我觉得那感觉很好。可是一个人住的时候就没有这件事情，就是你自己来，然后一切都是你自己的责任。所以也因为这样，我会觉得一个人住是蛮好训练独立的方式。因为像我刚才说的，室友都太好了，有时候我会觉得自己很依赖他们。当时我决定要跟自己住的时候，就是告诉自己，那我要试着成为自己的好室友。我还在努力这件事情，但是我觉得真的很多小事情你可以自己做自己决定的时候，会觉得需要更自律，然后更鞭策自己。那我觉得一个人成长来说，这其实是一件好事。NoEscape 是一家打造共居空间的公司，他们在打造这些共居房屋的时候有3个准则，然后分别是个人空间、共享空间跟连结。那我自己住的话，我就会觉得我的个人空间变多，但同时我的共享空间变少了。透过增加连结，就能够比较防止自己觉得孤单。大家会有几个不一样社交圈的朋友，比如说系上啊、社团、校队、读书会、实习。一个大学生来说的话，大概是这样。你可以去想想看自己拥有哪一些社群。那你可以透过和他们建立仪式，一起定期做一件事情，然后透过这个方式来增加互动的频率，跟建立更强烈的连结。当然还有家人。家人的话呢，我觉得可以想想看，你自己最常联系的人是谁？不一定是家人，如果不是的话，而你愿意的话，可以试着增加自己和家人联络的频率，尽量让那个频率接近于你最常联络的人。那为什么要促进连接？是因为你一个人住的话，很多时间如果你一直待在宿舍，你就会只有跟自己相处。但其实透过建立连接的话，你会有比较多时间是跟别人在一起的。那跟别人在一起，其实就是暂时的拥有共享空间。透过增进连结，增加更多暂时的共享空间来弥补因为一个人住所以共享空间不足的情况。其实我自己跟自己住并不是一个计划，一开始纯粹是因为我的室友没有抽到床位，所以就变成这样。但是在这1个多月以来的时间，没有想到我还蛮 enjoy 这件事情的，所以就跟大家说，